姓关的，原来是你！走。这边，别动！别动！原来是你。
法官，没事吧？哎呀，金山呢？抢救呢，看这小子造化了。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撞了一下。哎，说起来我比金山命大。你看，我的枪炸膛了，还有这种事儿，哼。他没变局，对吧？江一不会白白牺牲的。对新义的通缉令已经发出去了，我们一定会抓到他的。走吧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次行动算成功了，大家也都安然无恙。对了，你知道吗？林佳音根本就没有边界。如果不是他刻意的引着国安的人跟到配件厂，可能根本来不及接获这笔交易。那他为什么一开始非要杀你呢？想什么呢？有个事儿我一直没想明白。既然决定不让你参与这次抓捕了，周巡为什么还要把我哥透露出的配件厂的具体位置通知你呢？周旭，你看这些足够上网上比对了吧？你消失了这么久，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。希望你和妈妈别怪我，因为我是警察。
原来是你。哥，你怎么样？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从你第一次就想杀红玉的时候，在你心里，你是不是一直认为是我弟弟杀了吴正一家5口？所以当你发现他不是我以后，你就想亲手杀了他。你哥还和你在一起，是不是可以相信吴正不是你杀的？希望你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。佳怡，你为什么擅自脱离专案小组，单独行动？这不是第一次了，专案小组的卧底行动总出问题。我和吴正之前就有所察觉，专案小组已经遭到了渗透。渗透？不一定是专案小组内部出现了问题。也有可能是专案小组外围的某个人泄露出去的，也说不定。我不会再回来了，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林佳音这个人了。关老师，你真的就这样离开支队了？关于这个问题，你问了我多少遍了？我又跟你解释过多少次了？可是，支队需要您。我入行这么多年，前前后后走了多少人，也没见过少谁破不了案的。快回吧。就算是这样，我们也需要继续和您学习啊。学习，只要你有心，跟着周巡还有你爸爸，一样能学到东西。走了。哎。那如果是我想让您留下来呢？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啊？这个不好说，也许3、5天，也许2、3周，甚至10几年，不敢确定。爆炸使许多金属碎片刺入了他的身体，其中2块碎片的一块伤到了他的脊椎，另一块呢穿过了他的颅骨，伤到了脑叶。如果说他身体不是特别好的话，甚至都撑不过手术。目前还有生命体征，已经是奇迹了。这个人呢，与200多支枪的交易以及3起谋杀案有关联，也算他罪有应得。就这样吧，等他醒过来通知我。好，好，我抓紧时间审问啊。好。哎，刘队长，你看他这种情况，就算醒过来，他没有任何行为能力了，没有必要非得再给他戴手铐吧。另外，护工给他换衣服的时候会很麻烦的呀。再说了，别的病患和家属看到了，影响也不太好啊。将就些吧，
我不想第4次谋杀案与他有关系。说吧，那200多支枪是从哪来的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大哥都不告诉我们。这个人认识吗？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不认识。那这一张呢？这个不就是那天晚上来过的一个买家吗？这个姓季，一个前客。这不就是那天被金哥那个吗？嗯。他身上的东西都被你们给撸了吧？您说的是那个手表和项链吗？我不知道是他身上的。那天交易的时候，金哥让我收走他的手机，不过后来人挂了，也用不着还他了。手机？他哦，正常指派工作，不是潜规则啊。怎么了？关洪峰现在不在了，你把他转给你当助理了。那怎么着？我把老关再招回来？啊，不必。我认为，即便是关洪峰现在不在支队了，你也应该派人盯好他。哎呦，人都不在京港了，盯个毛啊！哎，你闺女刚送他上的飞机。送他？啊？他去哪了？说是长春那边有个什么技侦的高级讲座，人家请他过去讲2堂课。你就这样任由他一个人去长春？哟，那边零下20多度，我怕冷啊。周队啊，这我就不明白了。对关洪峰，难道我们不应该一直对他保持严密的监控吗？这都快1年了。是不是？我也没有看到有明显的证据证明他和他弟弟勾结。再说了，人家协助咱们工作的时候，帮咱们破了多少大案要案，人家不也是不分昼夜的陪咱们连轴转吗？就冲这，我们还挖空心思想着整人家，那好人没活路了。要这么说，我明确表态啊，我反对你的意见。我认为对关洪峰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。那随便你，反正整人不是我的强项。找我到底什么事儿？啊，对了，从你炸膛的枪上提取的指纹，你筛查了吗？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搞什么名堂？老刘，你说咱俩共事这么多年了，我一路从你的下属做到了你的上级，虽说平时彼此没什么好脸色吧，但情分还是有的。这事儿水太深，我怕你淹死，别掺和。你跟我说实话，这里边是不是有你什么事儿？有没有都不劳你费心。之前孟州某集团贩枪的案子，叶方舟一直在外围时隐时现，这里边肯定有问题。我会一直查下去的，到时候一旦我要查到你在这里边有问题的话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老刘，记住了我这句话，你是有儿有女的人，悠着点儿。喂，我这半天听下来，就你的课讲的最精彩。你胆子也忒大了，连技侦的培训课堂都敢往里换。那个阶梯教室冷得跟冰窖一样，大家都裹得严严实实的，谁能认出来我呀？
不过说真的啊，你讲的确实好，等回去了有机会多给我开个小灶啊。你干嘛要冒险千里迢迢跟过来？我觉得这整个事情感觉越来越不对了。你跑来跟进林佳音的线索不反对，但是佳音提到的那个情报掮客，黑白两道都很关注。周巡知道的话，就算他自己不过来，很可能也会派其他的刑警跟过来。有川关一的出面，很多问题就不好问了。再说了，如果我一个人的话，肯定是夜赴周出，再加上还得跟你交接，有个同事在身边肯定是不方便，对吧？你是说二道区那个酒铺？要不我替你去吧？你别搞得我好像生活不能自理似的。现在离天黑还早着呢。刘队，所有手机都在这儿，大部分都是孟中谋和金香为了保密，他发给手下的一些功能单一、款式老旧的手机。怎么没有季节的手机啊？所有的物证都在这了。把金山的手机给我。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，sorry。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，sorry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叫小李接电话。哎，刘队。您找我？小李啊，我需要你在保密的情况下，单独帮我查一个手机号码。好的，是什么号码？您说。134-2604-9636。哎，刘队，这个机主叫季杰，不就是之前那个？啊，你听我说啊，如果一个手机号码已经不存在的话，还能做三角定位吗？以现在的技术来说，其实很难实现。是这样，那好，你呢，把这个手机号码近1个月以来所有的通话记录都给我调出来，一会儿我回去当面给我。好，您放心。啊，对了，保密啊。是。小兔崽子，再长那片长怕了谁呀？来，以后你们有事就别说话，来，晚上该发出去，废了。来，兄弟，来，一路上辛苦了，来，谢谢上来啊！来，吃。等等。老板，请问有个叫乔森的是你们这儿的常客吗？我问你整点啥？麻烦您告诉我怎么找他。这个算我请你的啊。老乔早就不在我们家喝酒了，你要找他上后三家子找去。后三家子啊？谢谢。哎，我这儿只卖酒，装他妈什么大款呢？滚犊子！哎，哥几个，消停喝酒，消停稳当喝酒，稳当的。没事没事，支走了。放心吧，啊，整个支队都是你的后盾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去吧。你这是要派他去？他是刑警，
就得干活，派他什么任务他就得去，这你也过问？他还是个孩子，没经验，你不能让他独立承担。你少说点官话会死啊！啊，你不能指望每一个公安干警那都是高大全样板间吧？公安也是人，也有优缺点和长短板，你怎么着得多考虑考虑人家的长处和优点吧，别一上来就挑人毛病，好不好？可这什么这？行，你也别着急了啊，你说正事。我跟小王要赌一个那个飞抢的，你要不要去？不了，我正在查孟征谋那批武器和季节背后的买家。哎，那是人家市局的案子。这么多事儿你不干，你跟着瞎商量什么？叶方舟关心这批武器，肯定有他的原因，不是源头就是出口。照这个思路查下去，肯定有收获。这个时间是季节遇害那天吗？0431是哪的桥？大哥，搁这儿去后三家的路可不好走啊！这刚下雪，你可慢点整啊！哎，对，记着点，1天200啊！过了晚上10点可算第2天啊！放心吧，我晚上就回来。慢点开，慢点开。车放的时间有点长，油门喷不上来，你大点油门，没事啊。哎，还挺快啊，找到乔森了。他不在佳音说的那个地点，酒馆的老板说要找乔森，得去后三家子。后三家子是哪儿啊？好像是距城区东北方向几10公里的一个村吧。我现在租了一辆车，现在过去。你等会儿，什么不着调的人告诉你的地名就把你给支过去了？你这支队长当初是怎么干的呀？消息来源可靠吗？那地儿有多大面积啊？多少户人家？路好走吗 ？GPS 能不能定到位啊？你这2眼一摸黑就过去了，徒劳无功也就算了，出了危险怎么办啊？行了，咱俩都一样，都是人生地不熟。现在有线索就得过去摸摸。我现在已经在路上了，有什么事随时电话啊。我从季节的通讯录里查到一个长春的座机电话。你是长春的吗？对，我和吉林的特勤人员了解了一下，这座机电话是长春2道区一个小酒铺的。这个小酒铺啊，在当地是很有名。怎么讲？东北那边有一个著名的情报掮客，叫乔森。这个人中立刻板，情报呢以准确而著称。他的情报总是一口价1万。这个人呢，从来不参与任何违法交易，所以说在黑白两道上呢，都有很好的口碑。我想集结背后的买家不出意外啊，就是他提供的。这个乔森啊，哎呀，从来不用手机。但他总是在固定时间去那小酒铺，我现在去会会他。啊，喂，喂。Hello， 公子。啊。那什么，那个自由运。喂。5条4多少时到？哎，我这信号不太好。自己也小心。喂。你说什么？喂。喂。哎，躲开！躲开！怎么回事？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师傅。啊？完事儿了，咱撤吗？撤，走。啊。
不是你这小子怎么四六不懂呢？叫你滚，你赶紧就坡下驴就得了呗。咋的？非得在我家这整点事儿啊？后三家子。老乔在哪儿我不知道，我也管不着，我就管卖酒。乔森到底在不在后三家子？不是，他就不在，你能咋的？他在哪儿无所谓，如果你不回答我问题的话，你就把这簸箕放下。这铁锹呢，可能你用得上。我就耍你了，你能咋地？啊？小样，就这俩下子跟我俩在这嘎达呜呜喳喳的，你说真是有意思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is not on. 你好，这是我的证件。之前给你们打过电话，咨询过一位姓关的客人从京港来的，是否住在这儿，有印象吗？有。我们是同事。你给我查一下他在哪个房间。好的，您稍等。他住在5206。是这样啊，我一直联系不上他，你给他房间打个电话好吗？哦，关先生出去了。什么时候？有一阵儿了，他还让我们帮他查附近的车辆出租公司。是他一个人吗？入住的时候也只有他自己。您需要留言吗？啊，不用了，麻烦你给我叫一辆出租车好吗？好的，您稍等。师傅，您这车去后三家子吗？不去不去。师傅，等收摊您这车去后三家子吗？不去不去。哎，师傅，你们车去后三家子吗？不去，你哥们找那边问问去吧，那边问问去。啊，谢谢啊。别开玩笑了，你这师傅，去后三家子吗？不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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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几个人啊？就我自己。我给你找个车吧，200。行啊。来，你就穿这么点儿，一会儿不把你冻死了。走吧。啊。这是300块钱，在这等我一下，我包你的车。啊，好。老大，尝一口。
既然来了，就整一口。来，苏志，哪个啊？来，先整一口，暖和暖和啊。来，80米不要钱，糖蒜1块。这我们自个儿家，你看那头发，冲哪是吧？哎，老板，乔森在吗？老板，乔森在吗？他不在。哦。咋的？你跟这个脸上带疤的那个一伙的？是，也不是。说得来呢就唠唠，说不来我就喝我的小酒。哎，嘿，这上岁数的是比这年轻人的讲究啊。那老乔啊，在我们家呀喝了20多年酒了，那时候还是我们家老爷子管店呢。老乔那时候啊刚离婚，穷困潦倒，身上啥没有啊。我们家老爷子经常赊他酒喝，在我们这儿喝酒的都是下酒楼的，啥能耐没有。哎，有一样专门打听四面八方的小道消息，这老乔能耐，人家就知道这帮酒鬼谁说的对，谁说的错，谁的真，谁的假。再往后来呀，大家伙就发现这老乔的消息非常准确，哎，就老多人啊都上他那打听消息去，在他那打听那玩意儿啊，准成，从开始啊6块钱，再往后6块、8块、9块钱，再往后一条消息上万，老乔就这么起来了。哎呀，我们家呀，就仗着他这点能耐，把这小店一直维持到现在。这按理说啊，受到你家2代人的照顾，他每笔买卖不该给你提成吗？嗯，我得意老乔这样的人，知道吧？他讲究，他是啥？光卖消息，不管别的事儿，那啥也得讲究吧。我是光卖酒，不管那消息的事儿。嘿，你不知道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就给你们这类人讲故事，那就说不准卖出去多少缸酒了。他多长时间没来了？哎呀，这可有个把礼拜了吧。老乔是这样的，他要是没病天天来，哎，有病那真来不了了。不过这回啊，这回病逝时间长，好像，我还打算找个日子把这店停了，看看他去。你知道他家？老乔住的地方，所有人都知道。陶家窝棚，长青砖厂，边上啊有个小2楼，上了2楼，第一个屋就是。像他这样身份的人，人人皆知他住在什么地方，不会有危险吧？你放100个心吧，我告诉你，多少人都指着老乔的消息活着呢。整老乔，我告诉你，黑道上都有话，谁要敢整老乔，就是跟东3省过不去。
有人吗？乔森，乔森，怎么着？醒了？你也真行，这一点伤没受，跟外边躺着干什么呀？我要是再晚来点儿，您就冻成冰雕了。这大冷天的，哎呦，哎，这车我已经检查过了，这前轮的半轴啊都已经折了，肯定是开不了了。这个防冻液也漏得差不多了，发动机估计能启动多长时间也不好说。这地方呢，手机也没什么信号。你看是咱俩趁着天黑前一块往外走呢，还是你在这等着我出去找救援？啊？出事以前，周迅给我来了个电话，断断续续没听太清楚，但我印象好像是说刘长勇也过来了。刘长勇他来干什么呀？不知道。没说完电话就断了，然后就出事了。如果刘长勇来长春的话，他肯定会想办法联系我。咱们还得趁天黑赶回去。至于那后三家子，哎，后三家子这事儿你就别想了，那纯粹就是酒铺老板为了支开你瞎编的。那怎么办？这荒山野岭的，手机也没信号，咱们天黑前能出去吗？那就更得抓紧了。再有几个小时天就黑了，你这身体行吗？
走。在哪儿呢？长春，关队下榻的酒店。你俩在一块儿呢？我还没见到他呢。不过我走访过乔森的事儿，他常去的小酒铺，那个老板说他1周都没见面了。我也去过他家，都不在。你这人啊，非要做无用功，这下踏实了吧？我总觉得这事有点奇怪啊。我等关队回来，跟他商量商量。啊，对了。我怎么给关队打电话，他一直不在服务区啊？人家没准去会老相好了，就你仨鼻子眼多出一口气儿，你管老关干嘛去了呢？完事早点回来吧，啊！我哟，还是那位姓关的客人的事儿，你们帮他查询的是哪家出租公司啊？我再帮您查一下吧。干刑侦这么多年，这全国上下都跑遍了。你还别说，我这还真是第一次来长春。我记得咱爸应该是48年在长春出生的吧？对啊。你不知道这个关很像是满姓吗？嗨，你不早说，我早知道的话，高考那会儿多加点分，也不至于后来去武警啊。咱爸走之前还特意叮嘱过我，让我有时间就回来看看。我也真是，你呀，已经算够孝顺的了。哎，咱爸10年前病重那会儿，一直都是你在支撑这个家，只是咱俩的方式不一样而已。也是啊，这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哥，我现在马上就要当爹了，你还是一老光棍呢。哎，这老乔，就是有什么事儿出去，他也不能把这个小庄扔家呀。小庄？啊，好像是他儿子的名吧？哎呀，这可有些年了，这从来都是啊，同吃，同睡，从不离身边。那他每次外出，都把小庄带在身上？是啊，每次都是。啊，有个老太太跟他买那个消息，给不起钱，就把这对鸟给他了。其中有一只啊，没过2天，嘎死了。这老乔就把剩下这只啊，这叫精心照顾啊，走哪儿带哪儿啊，形影不离。不是他们家前前后后，你都去了，都看了，啊？会不会是那个？我看过，没有什么搏斗的痕迹。他那门呢，根本就没锁，根本就用不了什么暴力行为，轻易就可以破门而入。啊，对了，既然众所周知他开口值万金的话，怎么会住那个地方？哼，那你咋不问问他那么趁钱，干啥非得到我这儿来喝酒啊？啊？老乔这人重情义，做人也讲究。哎，头些年，他媳妇带着他孩子去加拿大了，他是年年往那儿邮那个抚养费啊，没落过。他自己没啥开销。
于半天啊，你帮我照看一他，啊，叫小庄对吧？哎，我只收9千。写押会上吧，我还会回来了。我说你为啥急着要找他呀？老乔不一定知道你要问的那事儿。哎呀，也许吧。不过现在已经不重要了。但是你肯定还会去找他。对呀，你说这么一个大活人，不能凭空就消失了吧？哎呀，每年入冬一场大雪呀，总是有些人呐就没影了。但是到了开春，有的就会自己走出来，这是找着的。可是还有找不着的。真要是那样的话，谁都没办法。你说，就像这个东西，在某个地方奄奄一息的时候，我想呢，趁这个机会帮一帮啊。哎，哥，这天马上就要黑了，你要不去周边找点树杈回来？咱俩今天晚上只能在这将就一宿了，啊！哎，对了，哎，给，把这锯带上。要是碰上狼，千万别慌啊，盯着他眼神别躲，也千万别转身就跑。哎，这个东西，它能，那是让你锯树杈的。打狼不好使，放心吧，没那么邪乎。这狼要碰上咱们啊，他也得想，咱们属于那种庞然大物的不速之客，知道吗？啊，谁怕谁不一定呢。赶紧去吧。哎，对了，那我要走了，就剩你一个人，这万一要碰上狼怎么办？那不就等于咱哥俩今天晚上有肉吃了吗？这么多可真是违反规定啊！拜托你千万想着把介绍信给我补回来。放心吧。这个乔森每个月会往一个境外账户转几万块钱。是的。对方账号是哪的？蒙哥华。还有这个，1周前这一下就转了200多万。是。我要看一下监控。好。啊，刘警官，当天就是他办了那笔业务。那这个人来办业务那天，有什么不同寻常的表现吗？没有，因为当时的数额比较大，又是境外的跨行转账，可能办理的时间又有点久了，客人有点不耐烦。我记得当时他吃了2块外面的免费水果糖，又喝了1杯水。啊，对了。走的时候还不小心把一个一直摆弄在手上的打火机遗漏在窗口了。打火机？嗯。那现在这个打火机在哪？按规定交给业务经理了。虽然是一次性的打火机，但我们有规定，客人遗失的物品都由业务经理保管。虽然是这种小东西，但一般不会有人再来找了吧？就这个打火机吗？对，是平安馆的一次性打火机。我印象还挺深的，不过客户一次性办理了200万的转账，有能力去平阳馆这种地方消费也是很正常的。平阳馆哦，是餐饮吗？算是高档会所吗？长春1年多以前开了一家，不过我没去过，听说消费不低，而且都是会员制。嗯，把这个打火机给我找出来。好的，刘警官。真没想到，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我竟然变成了一个废物。哈哈，这1没逃犯，2没命案，也没有你发挥的地方。哎呀，我说哥呀，别多想了啊！等扛过今天晚上，到了明天，哎呀，
就有热腾腾的酸菜白肉锅子等着咱们了啊！别忘了刘长勇也来了。嗨，你管他呢！我跟你说啊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等咱们进了城，自然就有应对的方法。如果没有我这个累赘，你就不用陪着我今天晚上在这受这个罪。哥，这都1年了，说不好咱俩谁是谁的累赘。哎，来块巧克力。哎，你那块是不是比我的大呀？你自己觉得你怪谁啊？啊？好吧，好吧。刚才我问过他了，他也查了一下，这个乔森，既不是这里的会员，也没有人对他经常来过留有印象。你知道乔森？乔老狗嘛，都认识他，就是个情报贩子。不过这个人做事比较讲原则，为人也还算厚道，没有掺和过什么犯法的事。啊，这个人呢，已经失踪好几天了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？没事，我没发现啊，他被什么人绑架或者加害的迹象。我想找他打听点事儿，却没找到他，连他常去的小酒馆子和家里也都没人。不算什么稀奇，像他这类人，经常说没就没，等到大家忘得差不多少的时候，指望他自己就蹦出来了。再说他真是失踪了，家属肯定会来报案的。他好像没有什么亲人呢，他唯一的儿子现在已经在国外。那也没得出国去看儿子去了。这样，老队长，实在不行呢，你就留个联系方式，什么时候他在这边露头了，我通知你。啊，对了，能把这里的会员册拿我看看吗？好吧。看看就得了，人家可说了，要保护客户的隐私，别拍照。这人你有印象没有？没有印象。哥，你到里边躺会儿去吧，别扛着了，里边暖和，我在这盯着就行了啊。那怎么行？你总不能一宿不睡啊？哎呀，我一宿不睡没关系的，关键是这火不能灭呀。万一灭了，你这个黑暗恐惧症一爆发，那我上哪儿喊救命去啊？啊？哎，对了，我一直想问你，你说你睡觉一闭眼不也是黑咕隆咚的吗？这恐惧症不会爆发吗？闭上眼睛也是可以感受到光的存在的，哈哈。对了，你都是快要当爹的人了，那孩子预产期知道了吗？还有1个月吧。男孩女孩，咱也没给医生塞红包，我哪知道啊？不过无所谓了，这男孩呢是建设银行，女孩是招商银行。只要是银行，我都爱。名字想好了吗？还没呢。哎，对了，咱们家是不是应该是按字排辈儿啊？哎，我记得咱爹那会儿说，应该是什么来着？啊，广图洪涛。哦，广图洪涛，那就应该是涛嘛。涛，哎。关饕餮，怎么样？这不是一个字儿，
啊？不是一个字儿啊？那要不这事儿你来得了啊？哪有自己孩子起名字让别人来的？反正是咱们官家的后代，还分什么你的我的？那不是也是你的孩子吗？别胡说八道！嗨，咱俩是双棒，从 DNA 等位、基因的相似度上，肯定是超过90%以上的。就算真的做亲子鉴定，也分不出你我来。哦，对了，哥，有句话我得先跟你说一声。万一呢，周巡真把我给抓着了，你可得帮我好好照顾小饕餮啊！黄宇，啊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你找到了那个陷害你的人，你会怎么办？那你就更得帮我好好照顾小饕餮了。请。烦不烦啊？你给我说实话，官队这次到长春来，你说要见什么相好的？这是不是完球啊？别的我不知道，自打他干刑警以来，这是他第一次去长春，除非有什么相好的陪着他去。不可能。我查过他的房间，很显然只有他一个人入住。他人呢？酒店人跟我说，官队向他们打听了附近有没有租车公司。他到长春讲学都是车接车送的，他想租车要去什么地方啊？行了，我知道，我联系长春那边同事，让他们帮忙查一下吧。不用了，这边啊敷衍你的可能性很大。我现在去租车公司。好，随时联系吧，只要有什么事儿，我马上过去。嗯。是刘长云打来的吧？这老小子什么都不明白，还到处下漏洞，实在是很讨厌。不用理他。这上面的名字，确定8、9不离10吧。这上面人，全部都要铲除掉。你可要想清楚啊！这么大的一盘棋，你自己下得好吗？看我的造化吧！那你可千万要拿捏好，这要是砸了，我也罩不住你。对了，小关那边你搞得定吗？放心吧，他没问题。
既然说好了天黑之前把车还回来了，到现在一点消息没有，你们就不着急？哎，老哥，租车这事儿哪有谱？再说了，我多租一天，我多收1天钱。去后三家那边没大路，本来就不好走，那时间耽误了，多正常。后三家子？对呀，他说他要去后三家子，还跟我打听道了呢。我师傅，这到后三家还有多远啊？远倒不远，就是道不好走啊，得1个点儿吧。1个点儿？哎呀，师傅能快点吗？回来了，这家伙这冻的，上炕上炕，哎，看看暖和。赶紧赶紧，来，整一会儿整。哎，这家伙看你在外边是冻一宿啊！哎，没想到，天哪，你们北方，我们这冷到这种程度。找着他了呀？找到一个，你们这地方叫平阳馆的线索就断了。哎，我知道那儿啊，这家伙你查的够深了，外地人一般不知道。外地人啊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要自己？你自己？没人告诉你，你上哪儿找去？你自己呀？喂，平阳馆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么早啊。是这样，我是咱们的会员。是今天跟几个朋友啊谈起咱们这地方了，都说挺好的。他们呢，想让我打听一下，办个会员卡。对。啊，必须是老会员介绍的才可以是吧？我想问一下啊，咱们这会员卡的序号是自己选呢，还是？啊，是按顺序哈。好，谢谢啊。好一家，咋的？你认识好哥啊？你知道他吗？好哥是外地人呢，老有钱了。他好像是沈阳那嘎达，头些年上我们这儿来办矿，一下午发了。这说起来好像是去年，他也到这儿买过老乔的消息。那到哪能找到他？哎呀，这……哎，哥，咱得加把劲儿。今天要再走不出去，看来我就得冒险去找只狼给咱俩吃了啊！狼是国家保护动物，你不想罪上加罪吧？虱子多了不怕咬啊！走，出发！前2年我在这儿拿了2个矿，咱这不是外来户吗？当地人不买账，说什么也不让开。后来听道上说有个叫乔森的，找什么人都可以问他，他就给我推荐了这个小叶。
说他很擅长摆这些事情。然后你就联系到他。对，这个姓叶的在金港，我把他接到这儿，一天好吃好喝的，跟他说清楚了我的情况。不过我看不上这个人。怎么讲？这小子心眼太多，做人不场面，说白了就是不对路呗。看不上归看不上，不过他的确有一套，在我这儿待了1、2天就走了，隔了1个礼拜。矿脉地头上挑事那拨人里，几个带头的据说都没了。那这个姓叶的，你跟他后来还有来往吗？没有。那他最近来过吗？就算来过，我也不知道。如果你非要找他，可以像当初我那样找乔森，更靠谱。我就是来找乔森的。他不就在那个小酒馆？对啊，他常去那个小酒铺啊。我去问过，不过这个人呢，能有1个多星期没有出现了。小道，你前2天在哪儿看见乔森来着？啊，就是那个红街那边，在那个湖西路口呢。我只看到一个背影，应该是他。你能把这个时间再说具体一点吗？不是3天前，就是4天前，晚上10点、11点吧。走吧，没钱是不是吃啥饭了呀？谁说没钱了？不一参加回去了？走吧，什么意思？走吧，我干什么玩意儿？查错？你别理他了。这是哪呀？小子，你这听着没有？走吧。认识这个人吗？他这。哥呀，你别看你平时在支队威风八面的，到了这种环境，还不是怂的出奇呀！啊，坚持一下啊！这已经到了公路了，我敢保证，肯定有车，啊！等咱搭上车就踏实了。哎，忍着点啊，坚持住！哎呀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，哥？有车吧？来来来。哎，小心点！你行吧？啊，没事吧？啊，坚持一下啊！你听我跟你说，等一会儿进了城呢，你先回酒店歇着。刘长勇不是来了吗？我去会会他啊！等着啊！师傅，啊，师傅，停一下，师傅，啊，师傅，师傅。搭一下您车，好，上来吧。哎，谢谢啊！上来吧。哎，行了，啊，哎，你坐后边，行吧？哎，谢谢啊，师傅。哟，走。这要这么喝下去啊，压在柜上的钱恐怕就不够了。找着好哥了？他手下人说，3、4天前在红旗街那边见过乔森。红旗街？
红旗街那边老乱了，老乔上那儿干啥去了？甭管他乱不乱的，好歹每一杆子给我知道后3家子。不是那小子吧，忒不讲究，这人话也不会好好说啊。还有那天有好几个，那都是背了案子的，你看他那做派，那就跟公安似的。你这好几个都是偷家伙呀！我把他打发走了，我跟你说，我那是救他了。再说了，他后来吧，他这不来了吗？